陈平没有去追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这实力在天界二重天能不能吃得开，能不能应对那天渊阁。如今有神殿这个敌人，陈平其实不想多树敌的。你们也想抢夺那2口棺椁吗？陈平看向白袍女子问道。白袍女子深深看了陈平一眼，又忌惮地望向那2尊武士，最终带着3名黑袍老者悄然退去。一骑之内，只剩陈平与莫青云。陈平，你太厉害了！莫青云满眼崇拜，小脸因兴奋而泛红。陈平却摇头，目光凝重地看向那2尊武士。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武士突然转身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陈平，手中兵器微微抬起，似乎在进行某种判断。他们身上的符文忽明忽暗，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2尊武士雕像突然的变故，让陈平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把莫青云拉到了身后。他们似乎不只是傀儡。陈平低语，手已经按在了储物戒上，随时准备取出兵器应对突发情况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其中一尊武士突然单膝跪地，沙哑的声音从盔甲中传出：“吾等奉主人之命，守护传承。”陈平瞳孔一缩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这2尊武士竟然还保留着神智，他们口中的主人又是何方神圣？难道就是被自己吸收的那神秘老者？莫青云紧张地抓住陈平的衣袖，他们在说话。武士缓缓抬头，血目直视陈平。主人，话音未落，2尊武士突然化作2道黑光，没入陈平体内。陈平只觉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脑海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昏厥过去。陈平，莫青云急忙扶住他，却见陈平额头浮现出一个血色符文，若隐若现。当陈平再次睁眼时，眸中闪过一丝明悟。原来如此，这2尊武士雕塑竟然把我当成他们主人了。陈平用凝心诀吸收了那神秘老者，也就拥有了那神秘老者的气息，所以这2尊武士雕塑才会认主。陈平在看到2尊武士雕像背后的符文，感觉有着莫名的熟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2尊武士化作黑光没入陈平体内后，整个遗迹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不好，遗迹要崩塌了！陈平猛然抬头，只见穹顶开始龟裂，无数碎石簌簌坠落。他一把拉住莫青云的手，走。2人飞速朝着出口奔去，身后传来轰隆隆的坍塌声，整个空间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撕碎。陈平，出口在哪？莫青云焦急问道。跟我来。陈平眼中金光闪烁，瞬间锁定了一道微弱的光源，那是他们进入时的传送阵。然而传送阵已经开始崩解，符文暗淡，随时可能失效。来不及了！陈平咬牙，猛地将莫青云推向传送阵。你先走。那你呢？莫青云惊呼。我自有办法。话音未落，陈平一掌拍出，灵力注入传送阵，强行激活最后一丝能量。嗡，白光闪过，莫青云的身影瞬间消失。而就在传送阵彻底崩溃的刹那，陈平纵身一跃，冲入即将闭合的空间裂缝。苍玄大陆，悬浮岛。原本悬浮于高空的神秘岛屿，此刻剧烈震颤，无数修士惊恐抬头。怎么回事？悬浮岛怎么在摇晃？天啊，它在下坠！轰！悬浮岛边缘开始崩裂，巨大的岩石如陨石般砸向大地，掀起漫天烟尘。快跑！悬浮岛要坠毁了！无数修士四散奔逃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就在众人以为末日降临之际，2道身影突然从悬浮岛中心冲出，是陈先生，还有青云。蓝莲花美眸一凝，立刻带人迎了上去。陈先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急切问道。陈平稳住身形，沉声道：悬浮岛根本不是真正的岛屿，而是一个遗迹入口，如今遗迹崩塌，它自然也无法维持。什么？众人震惊。
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是回去说吧。陈平说道。蓝莲花点了点头，随后带着陈平和莫青云回到了自己的宫殿。陈平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着蓝莲花说了一遍。蓝莲花听后顿时一阵惋惜，这悬浮岛在我们苍玄大陆多年，我们竟然没有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遗迹入口。蓝莲花满是遗憾道。说完之后，蓝莲花注意到陈平身上的气息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于是好奇地问道：陈平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陈平微微一笑：散仙境3品。什么？蓝莲花震惊不已。要知道，陈平进入遗迹前才不过散仙境1品，短短2日竟连破数境，直达散仙3品，这修炼速度简直闻所未闻。陈平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再说什么。若是说多了，估计蓝莲花会更加后悔的。原本这些都是给苍玄大陆的机遇，可是苍玄大陆就没有人发现悬浮岛是个遗迹入口，白白错失良机。玄女，霍晶晶怎么样了？陈平对着蓝莲花问道。把霍晶晶完了之后，陈平就走了，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样了。以神族的性子，估计这霍晶晶会自杀，毕竟被他们神族认为的下等种族的人给玩了，心里承受不了。挺好的，现在不吵不闹，每天都按时吃饭了。不过他好几次说想见见你，我都说你不在。蓝莲花说道。陈平一愣，有些纳闷，难道这霍晶晶被自己强行玩了，不恨自己吗？于是陈平起身，打算去看看那霍晶晶。来的地牢，陈平看到霍晶晶正安静地坐着。看到陈平来了，侯晶晶起身，并没有陈平想象的那种暴怒。陈平，霍晶晶眼神复杂地看着他，与开始时的傲慢不同，此刻的他眼中竟带着一丝柔色。干什么？陈平挑眉，没好气地问道。对付这种高傲的女人，就需要用气势压住她。霍晶晶咬了咬唇，低声道：你这2天做什么去了？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？难道我还需要跟你汇报吗？陈平冷冷地说道。不，我不是想管你，只是这2天我脑子很乱。霍晶晶连忙摆手说道。为什么？陈平打量着霍晶晶。难道就因为我占有了你，让你脑子乱了？霍晶晶点了点头。对不起，我也是一时冲动。陈平说道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霍晶晶摇了摇头。你能进来跟我做会吗？陈平略一思索，点头打开了牢门。刚刚走进去关上门，霍晶晶突然转身扑进陈平怀中。陈平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霍晶晶看着陈平说道。陈平一怔，随即冷笑道：霍大小姐，你可是神族，怎么会看上我这种蝼蚁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知道你们神族是不允许跟着其他种族结合的。霍晶晶抬头，眼中带着羞恼。你还提神族做什么？我那是不懂事，被洗脑了。我们都是人族，跟你在一起的那晚，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天堂。霍晶晶声音渐低，脸颊绯红。原来自从被陈平强行发生关系后，霍晶晶起初愤怒欲狂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她竟发现自己脑海中全是陈平的影子。陈平也没想到，这高傲的神族女人竟然这么快就被自己征服了。看来再高傲的女人也怕大棒子。陈平看着她娇羞的模样，心中一动，伸手抬起她的下巴。既然喜欢我，那今晚我就不走了，让你再去见见天堂。你霍晶晶还未说完，便被陈平吻住红唇，整个人软倒在他怀中。翌日清晨，陈平刚睁开眼，便感受到一股醋意。走出地牢，原来莫青云不知道何时已经在地牢门口了。莫青云看向陈平的眼神带着无奈、生气和醋意。不过他知道自己跟着陈平无名无分的，甚至刚认识不久，他根本就管不着陈平跟谁睡。莫姑娘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陈平看到莫青云，疑惑地问道。
我听说你在地牢一晚上都没出来，怕是那女人对你不利，想过来看看。莫青云说道。没事的，我已经把她教育好了。陈平说完，朝着地牢内喊道：晶晶，出来吧。霍晶晶满脸羞红的走了出来，而且还一瘸一拐的，身上的各处血脉也被陈平打开，不再限制了。霍晶晶看到莫青云，顿时脸一红，把头低了下去。没事就好。莫青云转身离开了。这个莫姑娘好像吃醋了。霍晶晶说道。不会吧，她吃什么醋呀？我们也没啥关系。陈平十分不解地说道。她肯定喜欢你，女人的直觉很准的。你若是想，就把她一起拿下吧。霍晶晶十分体贴地说道。我这人从不强迫的，陈平说道。听了陈平的话，霍晶晶只能翻了翻白眼。若不是陈平强迫自己，或许她还爱不上陈平呢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恐怖的气息从远处而来，直接笼罩着苍玄大陆。苍玄大陆的修士全都一脸的震惊，毕竟遭受了好几次的致命打击。现在苍玄大陆的修士都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了。伴随着恐怖的气息滚滚而来，一道怒喝之声响起：陈平，滚出来受死！把我女儿放了！一声怒吼响彻云霄，震得山河颤动。霍晶晶猛然惊醒，脸色煞白，是父亲，他带人来了。陈平冷笑，来得正好，我们两个的事情也该跟他说一说了，都是亲戚了，就不要打打杀杀了。陈平带着侯晶晶走了出去。此刻蓝莲花满脸凝重，正抬头凝视着虚空之中。只见天际黑压压一片，足有数百名修士凌空而立，为首的正是霍昭。而在霍昭身旁还站着一名戴面具的男子，气息深不可测。陈平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正是被他们毁了肉身的神殿巡狩使。神殿巡狩使！霍晶晶惊呼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巡狩使冷漠扫视下方，目光最终落在陈平身上。小子，我是来报仇的。巡狩使冷冷地说道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肉身，不过你恢复肉身也没用，我若杀你，分分钟就行。陈平冷笑道。他现在已经是散仙境3品，对付这巡狩使不在话下。没想到短短数日，你竟然提升到了散仙境3品境界。不过没用的，我这一次有备而来。巡狩使说完，他身后的那些神殿修士一个个爆发出恐怖的气息。这些人并非八殿之人，而是巡狩使自己带来的强者。你来多少人，我杀多少人，想以多欺少，我根本不怕。陈平毫不在意。可是莫青云、胡麻子等人此刻却满脸的凝重之色。陈平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少装逼会，对方明显有备而来的。胡麻子对着陈平劝说道。他知道陈平就喜欢装逼，可有时候装逼是要命的。胡大师，放心吧，这一次我可不是装逼。陈平笑道。因为陈平自己心里有底，他体内还有2尊武士雕像，这2尊雕像可是实力超强的，化仙境5品都被这2尊雕像打败了，可见这2尊雕像的实力能够达到散仙境6、7品的境界。若是2尊雕像再联合，那爆发从实力就更高了。最主要的是雕像没有生命，不怕死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这时的神殿巡狩是把目光落到了霍晶晶身上，随后眉头一皱。蝼蚁，敢玷污神族之女，罪该万死。巡狩使怒吼道。他看出霍晶晶已经被人玷污了。霍昭一听，顿时双眼圆睁，对着霍晶晶问道：晶晶，是不是有人把你睡了？霍晶晶点了点头。这让霍昭顿时怒火中烧，而那霍世子则是大吼一声：是谁？是谁把我姐给干了？给我滚出来！是我。陈平淡淡一笑道。陈平，你找死！霍昭恨不得把陈平给活吞了。霍晶晶急忙冲出，跪地哀求：父亲，巡狩使大人，求你们放过陈平，我是自愿的。什么？
霍昭勃然大怒，晶晶，你疯了不成？他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得上你？驯兽使更是眼中寒光爆射，神族女子，绝不可与外族通婚。霍晶晶，你触犯神律，当受严惩。他抬手一挥，手里的鼓鞭瞬间抽向霍晶晶。霍昭见状，心疼不已，可他却不敢阻拦。小心！陈平瞬间闪至霍晶晶身前，一拳轰出，将那鼓鞭击退。老东西，我的女人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驯兽使瞳孔一缩，你还敢动手？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清理门户。他一声令下，身后数十名神殿高手同时出手，各种神通铺天盖地轰向陈平。陈平，霍晶晶泪流满面，他没想到陈平竟然会如此的护着他。他以为陈平对自己只是有需求，并没有感情，可是现在他发现自己没有爱错人。陈平却冷笑一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体内突然冲出2道黑光，正是那2尊上古武士。这2尊上古武士雕像出现，直接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杀！陈平大吼一声，2名武士瞬间出手了，速度快如闪电，一刀斩出，血色雷霆横扫天际，瞬间将1名神殿高手劈成焦炭。另一尊武士则挥舞白色长刀，幽蓝火焰化作巨龙，吞噬了1名神殿高手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霍昭骇然失色。要知道驯兽使带来的人实力高强，比起他们8殿的人要强了不少，可现在却被陈平突然变出来的。2个武士给杀得毫无还手之力，驯兽使也脸色大变，上古战魁，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操控他们？陈平根本不答，身形如电，直取驯兽使。找死！驯兽使怒喝，鼓鞭如虹，朝着陈平而去。陈平面对驯兽使的鼓鞭，眼中寒芒暴涨，身形不退反进，竟直接迎着鼓鞭冲了上去。找死！驯兽使狞笑一声，手中鼓鞭突然暴涨数倍，化作一条狰狞的古龙，张开血盆大口朝陈平咬去。陈平小心！霍晶晶惊呼出声，脸色煞白。就在古龙即将吞噬陈平的刹那，他体内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一声龙吟响彻云霄，陈平周身浮现出金色龙鳞，右手化作龙爪，狠狠抓向古龙。自从陈平化身过金龙之后，就已经拥有了转化形态的本事了。咔嚓，令人牙酸的碎裂声中，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古龙竟被陈平生生捏碎。什么？驯兽使瞳孔骤缩，还未反应过来，陈平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。老东西，该我了！陈平右拳凝聚着恐怖的金色雷霆，一拳轰向驯兽使面门。轰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，驯兽使整个人倒飞出去，面具碎裂，露出一张布满疤痕的狰狞面孔。啊！我的脸！驯兽使发出凄厉惨叫，鲜血从七窍中涌出。与此同时，2尊武士雕像也展开了屠杀。黑色武士手中巨刀横扫，血色雷霆化作漫天电网，瞬间笼罩10余名神殿高手。啊！惨叫声此起彼伏，那些神殿高手在电网中疯狂抽搐，转眼间就化作焦炭。白色武士则更为恐怖，他手中长刀每一次挥舞，都会带起一片幽蓝火海，所过之处，连空间都被烧得扭曲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一名神殿高手惊恐后退，却被白色武士一刀劈成2半，尸体还未落地就被幽蓝火焰烧成灰烬。结阵！快结阵！有神殿高手嘶吼。然而还未等他们完成结阵，黑色武士突然仰天咆哮，手中巨刀猛地插入地面。轰隆隆！大地剧烈震颤，无数血色雷霆从地底喷涌而出，瞬间将数十名神殿高手炸成碎片。太强了！胡麻子看得目瞪口呆，手中的符箓都忘了催动。霍晶晶美眸中异彩连连，喃喃道：“
陈平竟然能操控如此强大的战魁。蓝莲花则神色凝重，这两尊武士恐怕来历不凡。只有莫青云知道两尊上古武士的来历，所以并不奇怪。数万年前能够在天界开辟世界的宗门，留下两尊守护武士，实力肯定强的。战场中央，陈平与驯兽使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。霍昭呆呆地看着，人都傻了。父亲，我们要不要帮忙？霍世子小声对着霍昭问道。帮你妈？你没看那驯兽使要杀你姐吗？或许这陈平能杀了他，这样你姐就保住了。霍昭瞪了霍世子一眼，说道。父亲，你说我姐是不是真让那陈平干了？霍世子问道。霍昭沉默了，随后点了点头，看来是真的了。这么说，那陈平就是我姐夫了。霍世子脑回路太神奇了。闭嘴！霍昭瞪了一眼，让自己的儿子不要再说话了。还不知道什么样就成姐夫了。若是陈平真的是强行睡了自己女儿，霍昭就算是拼了老命也要报仇的。可若真是自己女儿同意，两个人你情我愿的话，霍昭还真感觉有些棘手。就在霍昭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战斗依然在继续。小畜生，我要你死！驯兽使彻底疯狂，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，骨边瞬间化作一条百丈血龙。血龙是天，血龙咆哮着冲向陈平，所过之处，连空气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。雕虫小技！陈平冷笑一声，体内灵力疯狂涌动，斩龙剑出现在了手里。铮铮铮，无数剑鸣声响彻天地。陈平身后浮现出上万道金色剑影，如暴雨般射向血龙。轰轰轰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，血龙被万箭穿心，发出凄厉哀嚎，最终砰的一声炸成漫天血雾。不可能！驯兽使面如死灰，转身看向霍昭道：“你还看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点出手帮我！”驯兽使的话让霍昭身体微微一震。驯兽使大人，你都不是那陈平对手，我上前帮忙不也是炮灰吗？霍昭说道。放肆！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我命令你马上出手拦住那陈平！驯兽使说完，转身就要逃跑。想走？陈平眼中杀机暴涨，身形一闪便出现在驯兽使身后，右手挥动斩龙剑，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。噗嗤，鲜血喷溅。驯兽使低头看着胸前透出的斩龙剑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你敢杀神殿？废话真多！陈平冷哼一声，斩龙剑顺势一挥，唰！驯兽使的身体直接成了两半，形神俱灭。与此同时，两尊武士也将最后几名神殿高手斩杀殆尽，整个战场瞬间安静下来。咕咚！霍昭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双腿不受控制的发抖。他身后的霍世子更是不堪，裤裆已经湿了一大片。见陈平目光扫来，直接扑通跪地：“姐夫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”霍晶晶见状，连忙跑到陈平身边，拉着他的手臂哀求：“陈平，看在我的份上，饶了我父亲和弟弟吧。”陈平看了看霍晶晶，又看了看面如土色的霍昭，淡淡道：“岳父大人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。”谈了吗？霍昭浑身一颤，连忙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贤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谈的？”陈平嘴角微扬，两尊上古武士化作黑光进入陈平体内，而陈平则是揽着霍晶晶的纤腰走向霍昭。既然如此，那八殿从今日起就归我统辖，岳父大人没意见吧？霍昭哪敢有意见，连连点头，没意见，绝对没意见。贤婿实力通天，八殿交给你再合适不过。胡麻子等人见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谁能想到不久前还气势汹汹要来杀陈平的霍昭，现在却像个鹌鹑一样瑟瑟发抖。神族的高傲呢？神族宁死不降的规矩呢？说起来，神族只是自封的而已，这些人也都是人族，
有着人族的情感，有着七情六欲，甚至也贪生怕死。现在八殿从敌人成了亲属，这个结果是陈平也没有想到的。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结果，对于神殿、神族，陈平还是有些一知半解。现在八殿主成了自己的岳父，他就能够更好了解神殿，了解神族这个族群了。他知道神殿绝不会善罢甘休，甚至跟着整个神族或许都有一战。陈平必须要了解对方才行。陈平暂时让霍昭带着八殿的人待在苍玄大陆，那蓝莲花对于八殿倒是十分的热情。毕竟多一个实力强悍的朋友，可比多一个实力强悍的敌人强得多。昨天还是拼杀的敌人，今天就是无话不说的朋友。往往变化就是如此的魔幻。就因为陈平强行睡了霍晶晶一晚，所有的事情都开始转变了。岳父大人，关于神殿和神族的事，能否详细告知？陈平对着霍昭问道。他想更多了解下这神殿。霍昭神色一凝，低声道：贤婿，你杀了驯兽使，神殿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神族自诩为天选之族，血脉高贵，绝不容许外族玷污。而你不仅杀了神殿的人，还……他说到一半，瞥了一眼站在陈平身旁的霍晶晶，欲言又止。霍晶晶俏脸微红，轻声道：父亲，陈平并非有意冒犯神族，况且女儿是自愿的。霍昭苦笑摇头：傻丫头，神殿可不会管你是不是自愿。神族女子若与外族通婚，轻则废去修为，重则处以极刑。陈平眉头一皱：这么霸道？霍昭点头：神族的规矩历来如此。不过他忽然压低声音：贤婿若想对抗神殿，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哦。陈平目光一凝：岳父大人有何高见？霍昭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神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八殿虽隶属神殿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外围势力，真正的核心权力掌握在神王宫手中。而神王宫内部又分为两派，保守派和革新派。保守派坚持神族血脉纯净，绝不容许与外族通婚，而革新派则认为，神族若想延续辉煌，必须吸纳外族天才，打破血脉桎梏。陈平若有所思，所以岳父大人属于革新派。霍昭哈哈一笑：贤婿果然聪明。我八殿虽表面遵从神殿号令，但实际上我们早已对神族那套臣服规矩不满。若非上次神魂离体跟你大战一场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我早就反了。陈平听了霍昭的话，倒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毕竟自己打伤了霍昭2次了。那现在岳父大人的伤好了吗？陈平问道。霍昭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说道：现在神殿对于我们这些外围势力很不上心，所以给的资源也是很少。没有资源的话，我这伤就难以痊愈。若不是情非得已，我也不会带人来到这一重天，然后掌控飞虎城，到处给我掠夺资源呀。岳父，你们八殿以前是在2重天？陈平好奇问道。不错，现在2重天还有我的府邸，只不过我受了伤，凭着八殿的实力，要想在2重天获取资源是很难的，只能来1重天。霍昭点头道。岳父，你这伤是我造成的，我会补偿你的。陈平说道。不用如此，你只要对晶晶好就可以了，好好疼爱她，毕竟她刚刚成为人妻。霍昭溺爱地看了一眼霍晶晶，就是姐夫，你可要轻点，我看姐姐刚刚走路都一瘸一拐的，肯定肿了。霍世子在一旁也开口道。霍晶晶顿时脸一红，看向自己的弟弟道：霍风，我打死你！说着，霍晶晶就朝着霍风一拳砸去，霍风见状就跑了。2个人你追我跑。陈平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小舅子竟然叫霍风，这2个孩子一直都是这样打打闹闹的。霍昭欣慰地说道：岳父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疗伤。
估计用不了1日，你的伤就能痊愈。陈平对着霍昭说道。什么地方？霍昭满脸的好奇问道。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陈平一笑。陈平带着霍昭直接进入了镇魔塔之中，看着镇魔塔，感受着镇魔塔内的时间流速，还有那成堆的仙石，霍昭都有些震惊了。贤婿，这是什么？霍昭震惊地问道。这是镇魔塔，在这塔内，时间流速要比外面快100倍，也就是塔外1年，而塔内则是100年。陈平说道。100年？霍昭顿时震惊。也就是说，我在这里修炼白天，外面也只是过去1天的时间。陈平点了点头，不错。霍昭呼吸都变得急促，难怪陈平说1天就能够让自己痊愈呢。你这镇魔塔从何而来啊？霍昭好奇问道。陈平却微微一笑，岳父还是先养伤吧，过后再说。霍昭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，随后笑道，好，看来我女儿的眼光确实不错。霍昭现在对陈平那是相当的满意。陈平闻言心中暗笑，这老家伙明明是被自己打服了，现在倒是会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不过他也没拆穿，而是让霍昭快点疗伤。镇魔塔内，霍昭盘坐在里面，感受着浓郁的仙气涌入体内，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陈平从镇魔塔出来，看到霍晶晶跟着霍峰还在追逐打闹，霍峰被打得抱头鼠窜，姐夫救我，姐夫救我。霍峰看到陈平，赶忙躲到了陈平身后，看着霍晶晶追了过来，霍峰对着陈平道，姐夫，晚上再用点力，争取让我姐走不动路了，这样就不能打我了。霍峰，你还说我打死你？霍晶晶羞得满脸通红。陈平微微一笑，没有管这姐弟2个的打闹，而是进入了胡麻子的房间。胡麻子正跟着2个女人大战，见陈平推门而入，直接吓了一跳。靠，你小子不知道敲门吗？胡麻子不满地说道。胡大师，你这一天天的，难道真要死在女人肚皮上不成？陈平无语道。你别管，你小子还不是跟我一样，你自己有多少女人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胡麻子白了陈平一眼。陈平顿时无语了，自己有多少女人，陈平自己都不知道了。胡大师，我找你看样东西。陈平说道。胡麻子一听，摆了摆手，让2个女人穿衣服离开了。看什么？胡麻子问道。陈平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具棺椁，棺椁血红，上面有着符文。陈平很想知道这棺椁之中到底有什么。开始陈平想要强行破开棺椁的，又怕里面的东西遭到破坏。这棺椁上面的符文很特殊，并非是阵法符文，更像是一种封印。胡麻子对于这种封印符咒十分精通，陈平这才来找他看看。我靠，你太晦气了，怎么搞一具棺材来？胡麻子见状，顿时眉头皱起。胡大师，这棺椁可是宝物。陈平把在遗迹的事情跟着胡麻子说了一遍。胡麻子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趣，然后仔细打量着那棺椁，看着上面的符文。这棺椁被人封印，看样子并不是怕人打开，而是怕里面的东西出来。这封印符文是为了镇压棺椁里面的东西。胡麻子仔细看了一遍，说道：胡大师的意思，这棺椁里面是个人。陈平有些震惊。我也只是猜测，打开看看。胡麻子说着，然后右手轻轻放到棺椁之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一瞬间，那棺椁上的符文开始震颤，然后自动分解了。看到这一幕，陈平有些紧张起来，同时手里多了斩龙剑。若是棺椁里面真的有什么危险，他第一时间就出手。伴随着符文分解，棺椁开始震动。陈平一把拉回了胡麻子，2个人静静地看着。很快，棺椁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，紧接着一只白的有些出奇的手从棺椁之中伸了出来。看到露出的手掌，很明显里面是一个人了。陈平手持斩龙剑，严阵以待。
胡麻子则是赶忙用精血画出符咒，准备随时镇压。就在两人紧张地看着棺椁，准备随时出手的时候，陈平体内突然冒出2道黑雾，2名上古武士毫不征兆地出来了。在2名武士出现之后，那只惨白的手掌突然停下，紧接着缩了回去，重新把棺椁盖好了。陈平很是纳闷，怎么这2名上古武士没有召唤，突然就自己出来了呢？难道是因为这棺椁？陈平无奈，只能把2名武士给重新召回体内，然后对着那棺椁道：“出来吧，没事了。既然知道里面是人，那就有的谈。”可是陈平说了半天，棺椁依然没有动静。陈平随后走过去，想要把棺椁打开，可是一连试了好几次，好像棺椁被人从里面扣住了，根本就打不开了。妈的，老子就不信了！陈平举起斩龙剑，想要一剑斩开这棺椁。小子，重新把棺椁封印上吧，若是里面的东西出来，你就遭殃了。这时赤云魔君在陈平识海中开口了。陈平一愣，问道：“前辈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若打开，你就倒霉了。”赤云魔君说道。陈平见状，放弃了强行打开棺椁的想法，让胡麻子把符咒贴上，重新封印起来，把棺椁重新收回了储物界。陈平等自己实力足够的时候，再打开这2具棺椁看看。既然知道里面是人，并不是什么宝物或者资源，陈平也就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了。就在陈平刚刚把棺椁收起来，就有人找到了陈平。“陈先生，玄女喊你过去一趟。”来人对着陈平说道。陈平有纳闷，不知道那蓝莲花找自己做什么。当陈平赶到大殿的时候，蓝莲花和莫青云都在。“玄女，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陈平问道。